你是否曾经觉得自己是个彻底的失败者？看着同年龄的朋友们，有的事业有成，有的家庭美满，而你却好像被困在原地，甚至不断后退。你拼命想抓住点什么，但手里剩下的只有无力感。在无数个深夜里，你问自己，为什么我的人生会变成这样？还有翻身的机会吗？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此刻正被这种焦虑吞噬，请先深呼吸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一种力量，叫做谷底的恩赐。今天我想讲一个关于女人的故事。她在成名之前，曾是一个领着政府救济金的单亲妈妈，被诊断出临床忧郁症，甚至一度想过结束自己的生命。但多年后，她却说，谷底是我重建人生的坚实地基。她就是 J.K. 罗琳。让我们把时间倒回1990年，那时的罗琳25岁，在一趟从曼彻斯特开往伦敦的5点火车上，看着窗外单调的风景，一个戴着眼镜的小巫师形象突然闯进了他的脑海。那是魔法诞生的瞬间，听起来很浪漫，对吧？但现实往往比童话残酷得多。就在他兴奋地构思这个魔法世界时，命运给了他第一记中拳。他最爱的母亲因病去世了，他甚至来不及告诉母亲关于哈利波特的任何事。巨大的悲伤像一层厚厚的雾，笼罩了他的生活。为了逃离这份痛苦，他远走他乡去了葡萄牙教书，并在那里结婚生子。他以为新的生活会是解药，但没想到那是另一场噩梦的开始。这段婚姻只维持了短短13个月。在一场激烈的争吵后，他带着刚出生的女儿狼狈地逃回了英国。那一年他28岁，没有工作，没有存款，还要抚养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。他只能靠着每周70英镑的政府救济金过活。想象一下那个画面，爱丁堡的冬天冷得刺骨，他推着婴儿车走在街头。为了省下家里的暖气费，他只能点一杯便宜的咖啡，坐在温暖的咖啡馆里写作。周围的人看着他，眼神里带着同情，甚至是轻视。在世俗的眼光里，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。婚姻破裂，失业，贫穷，所有能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不幸似乎都发生了。更可怕的是，内心的黑暗也在此时降临。他患上了严重的临床忧郁症。他后来描述那种感觉，不是悲伤，而是一种被抽空的感觉。快乐似乎永远消失了，剩下了只有无尽的绝望与寒冷。如果你读过《哈利波特》，你一定知道催狂魔这个生物，他们会吸走人们所有的快乐，只留下最坏的回忆。这不是虚构的怪物，这正是罗琳在那段日子里对忧郁症最真实的具象化描写。在最绝望的时候，他甚至考虑过自杀。他觉得自己是女儿的累赘，觉得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他的容身之处。如果你此刻也正处于这样的黑暗中，请听听罗琳后来的感悟。他说，失败代表了剥离掉那些不重要的东西。我不再伪装自己是别的样子，我开始把所有精力都放在我唯一在乎的工作上。正是因为已经一无所有，所以他无所畏惧。失败反而让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。他告诉自己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我就要写完这个故事。在那些婴儿终于睡住的短暂空档里，在那些充满咖啡香气与绝望气息的午后，他将自己所有的痛苦，对母亲的思念，对抗忧郁的挣扎，全部注入了笔尖。哈利波特在楼梯底下的孤独，就是他当时心境的写照。终于在1995年，他完成了第一部手稿。你以为故事到这里就迎来结局了吗？并没有，现实世界的考验还在继续。他寄出了手稿，满怀希望的等待，但回应他的是整整12封退稿信。有的出版社嫌童书字数太长，有的嫌故事太复杂，还有人建议他，你最好找一份正职工作，因为靠写童书是赚不到钱的。每一次拒绝都像是在他的伤口上撒盐，但他没有放弃，因为他知道这本书是他在谷底时唯一的救赎，是他灵魂的碎片。他不能让它就这样消失。直到有一天，伦敦一家小出版社的社长把手稿带回家给他不满8岁的女儿看。
小女孩看完第1章后，急切地问：“爸爸，接下来呢？”这个孩子纯真的好奇心，终于敲开了命运的大门。出版社同意支付他1500英镑的预付金，但依然警告他要找份工作。后来的发生的事，我们都知道了。那个戴眼镜的小男孩，成为了全球史上最畅销的系列小说。J.K. 罗琳从一个领救济金的单亲妈妈，变成了身价超越英国女王的作家。但比起这些财富，更重要的是他传递给我们的讯息。他在哈佛大学的毕业演讲上说：“我们不需要魔法来改变世界，我们内心早已拥有足够的力量，那就是想象更好的力量。”他用自己的人生证明了，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我们的能力，而是我们的选择。亲爱的朋友，故事讲到这里，我想回到荧幕前的你身上。也许你现在正经历失业的焦虑，看着存款数字越来越少；也许你刚结束一段痛苦的关系，觉得自己不再完整；也许你正和忧郁的情绪怪兽搏斗，觉得快乐遥不可及。但请看看 J.K. 罗琳，请相信你的谷底其实是你人生最强大的地基。那些杀不死你的，终将使你更强大。你现在所经历的孤独与痛苦，未来都可能化为你生命中最精彩的篇章，就像那些变成魔法故事的苦难一样。不要害怕失败，因为失败意味着你已经没有什么好失去的了，你只剩下往上爬这一条路。去拥抱你的脆弱，去接受你的现状，然后在废墟中拿起你的笔，无论那是写作、工作还是生活，重新开始书写你的剧本。当全世界都觉得你不行的时候，恰恰是你离奇迹最近的时候。由心流时刻制作，欢迎留言、按赞、订阅，让我们一起前行。告诉我，你曾经或现在是如何度过那些觉得自己很失败的时刻，在留言区写下来，让我们互相温暖。